欢迎收听空中哲学频道。今天我们要谈一种知识论的转向，让人类将知识从着重于技术性的人工智能转变为自然智慧。没错，其实这真的是一场，从根本上重新去检视人类到底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深刻探讨。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你可以先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哦，就是你现在正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盯着荧幕上一份那种超级凌乱、充满矛盾的市场数据报表，压力很大。对你眉头深锁嘛，试图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字里面，想要找出一个隐藏的所谓的客观标准答案，因为你要向主管交叉啊。这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日常。是啊，我们从小到大总是被教导说，知识应该要是客观的、精准的，然后是不带任何个人情感的。但如果我今天告诉你，其实你试图保持这种绝对客观，反而正是让你没有办法真正看懂这份报表的原因呢？哇哦，这个挑战很大哦。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带大家来拆解这种对标准答案的迷思。我们今天手边有一份非常精彩的文本，叫做《初探去中心化知识论》。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来到现场，要带我们找回那种久违的、充满生命力的自然智慧。大家好，其实这份文本是我们团队在观察到现在这个你知道被各种演算法还有庞大资讯淹没的时代之后，所提出来的一个很深的反思啦。资讯真的太多了。对啊，所以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希望借由德国哲学家高达美的哲学诠释学，还有鲁曼的系统理论，来指出传统知识论到底有什么盲点。高达美跟鲁曼，没错，我们在论文里面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希望我们人类在获取知识的这个过程，可以从单纯去吸收资讯的那个学，转化成一种生命状态改变的觉。觉醒的觉，就是觉醒的觉。从学到觉，这个跨度听起来其实非常吸引人耶。不过我觉得我们得先厘清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校学的那种传统知识论，像是亚里士多德那种超级重视外在客体的经验主义，或者是康德那种强调我们人类主体理性的思想，这些经典理论到底有什么盲点呢？其实传统知识论最大的盲点就在于它总是预设了一个中心。所以文本里面一直强调的去中心化，就是要去掉这个东西吗？对，不管是把外在的客体事物当成中心，还是把我们人类自己的主体理性当成中心，只要一有这个中心，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什么错觉？一种上帝视角的错觉。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可以冷眼旁观的去掌握某个绝对的真理。我们在论文中就有探讨到，当知识被这样子中心化、客观化之后，它往往就会变得一种权力的工具，甚至被资本化，对不对？没错，完全就是这样。我们在文本里就认为，这种把知识当作冷冰冰的客观运算的状态，其实跟现在某些那种技术性的人工智能本质上是非常像的。都是在做无情的运算就对了。对，为了要把这个困境具象化，我们还特别在论文里面借用了尼采的概念，改写了一首叫做《日月之歌》。我在读这份文本的时候，对那首诗的印象超级深。诗里面是用月亮跟太阳来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吗？是的，诗里面的月亮其实就是象征那种没有生命的客观知识，或者说是纯粹技术性的运算。你看，月亮高悬在夜空，好像披着一层无瑕又公正的外衣，看起来很客观，很干净。但其实诗里面有一句是这样写的：千百贪眼如寒镜，如是偷光不自华。偷光不自华这个词用得很重哎。对呀，因为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嘛，它就只是一面冰冷的镜子，很贪婪的去反射别人的光。这就代表了那种让人变得自大，可是实际上却跟真实世界非常疏离的中心化知识。哇，那相对的，太阳代表的就是另一种境界咯。没错，太阳代表的就是那种愿意承担自我、充满创造性，而且有温度的自然智慧。诗里说：“光从热中发，知有坎以达。”
坎就是坎坷的坎。对，真正的知识是从我们的生命跟现实环境去碰撞、去跌宕，然后从那种热情里面燃烧出来的。这个意象真的很美。不过我想试着把它拉到我们日常的运作机制来看哦。如果我用一个现代科技的比喻来说明这两者的差异，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传统的那种中心化知识，就像是一张印好的纸本实体地图。纸本地图。对，这一张地图是绝对客观的，它预设了一个上帝视角。不管今天看地图的人是谁，外面到底有没有在塞车，地图上的路线永远就是那一条，死板板的。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冰冷的月亮。这个比喻很好。然后你们提出了的这个去中心化知识，其实更像是一个动态的导航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根本就没有一条所谓绝对客观的最佳路线。没错，完全没有。所谓的正确路线，完全是取决于我现在身处在哪个位置，我开的是什么车，还有当下道路的即时路况。这就是有温度的太阳。我这样理解机制的转换是正确的吗？非常精准。这个导航机制的比喻真的太贴切了。纸本地图它就是假装世界上有一个不会受任何人影响的绝对空间嘛。对，不管你死活。但是导航系统它承认了所有的路线指引都是因为你的存在，还有你当下的处境，这一切才产生了意义。哇，如果我就是那个导航系统的起点，那这其实带出了一个很震撼的结论呢，就是说我的背景、我的偏好，甚至我的偏见，在获取知识的时候，就不再是那种需要被剔除的杂质了吗？没错。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文本里面提到的第一个关键转向，把主体给去中心化？你完全抓到重点了。这正是我们结合高达美的诠释学所提出来的概念。传统的科学都要求我们要把个人情感抽离嘛，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透明的观察者。对啊，做实验就是要客观呢。可是高达美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了一个词叫做前见。前面的前，看见的见。对，前见。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啊、文化背景，还有我们个人的生命经验带给我们的预设，我们是没有办法抛弃前见的，因为前见就是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基础。没有前见就等于没有视角了。没错。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掌控这一切，承认我们的认知其实是主体跟客体的视域去互动出来的结果时，我们就把那个傲慢的主体给去中心化了。这真的很有意思。如果我这个主体的视角会因为我的前见而改变的话，那相对应的，我要去理解的那个客体，比如说一本书，或是一份数据，甚至是一段历史，它也不可能有一个死板的标准答案了吗？当然不可能。因为如果我用不同的前见去问他不同的问题，他给我的答案就会不一样啊。这感觉就顺理成章的把客体也一起去中心化了。逻辑推演得非常清晰。文本背后本来就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灵魂在等着我们去挖掘。客体本身的意义是相应于我们当下带着特定的前见去对它提出提问而产生的。它是被问出来的。对，客体只有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才向你展现出它那一部分的真实。但等等哦，如果听到这里，我必须提出一个挑战。如果作为观察者的我，也就是主体，是充满偏见的，然后被观察的事物，也就是客体，又是流动变化的，我们把这两根最稳的柱子都给拆了，难道我们不会陷入一种极度的虚无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担忧。对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会反而把知识本身当成新的神明来崇拜？就像我们有时候过度依赖导航系统算出来的那条路线，就算它叫我们开进海里，我们也照开，把它当成唯一的真理。你点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哲学陷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进一步将知识本身也去中心化。这就是第三个转向。知识也要去中心化。对，知识不是一座静态的纪念碑，更不是什么绝对不变的真理。在这里，我们就引入了鲁曼的系统理论来解释。鲁曼怎么说？鲁曼认为我们人类或者说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而外在的世界是复杂的环境。
所谓的知识，其实只是一种用来维持系统稳定的意义结构而已。维持稳定的意义结构，这听起来有点抽象诶。换句话说啦，知识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处境真理，它就只是用来帮助我们在当下这个复杂的世界里面，可以安身立命、继续运作下去的一个媒介。暂时的处境真理。如果知识只是一种维持稳定的结构，那这种结构到底是怎么在我们跟客体之间产生出来的？我记得你们在文本里面提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结构赫合，对不对？这具体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对，结构赫合，鲁曼叫它结构赫合。如果用高大妹的话来说，就叫做视域融合。它描述的其实就是产生知识的那个瞬间。那个瞬间发生了什么事？当你带着你的前见去接触一个未知的客体时，你们本来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一开始接触一定有摩擦嘛，一定有不理解的地方。对，看不懂。结构，这不是说谁征服了谁哦。不是我去套用它，也不是它来改变我。对，而是一起产生了共振。这就是结构糅合。让我试着用一个机械运作的画面来描绘这个结构糅合的过程哦。这就像是两个来自不同机器的齿轮，一开始你把它们硬放在一起的时候，齿缝肯定是咬合不上的，完全卡住。对，那传统中心化的做法，可能就是设立一个绝对客观标准，然后把这两个齿轮都融掉，重新铸造成一模一样的形状。非常暴力的做法。但你们说的结构糅合，是让这两个齿轮在线束中互相去摩擦、去转动，经历那种会发出嘎嘎声、令人牙酸的研磨过程，直到它们的齿缝互相适应了对方，刚刚好能够在这台特定的机器里面一起转动。没错，那种摩擦就是我们带着前键去冲撞文本的时候的挣扎，而最终顺利转动的那一刻，就是视域融合。这个齿轮摩擦的比喻真的非常传神，而且呀，这个摩擦的过程也刚好带出了我们去中心化的最后一块拼图，那就是去理性中心化。理性也要去掉。对，我们太习惯把认知等同于纯粹的理性逻辑推演了。可是你要让两个齿轮互相适应，你不可能只靠理性啊。理性说穿了，它只是用来维持系统内部一致性的逻辑工具而已。所以光有理性不够。当然不够，我们还需要感性，去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摩擦带来的痛苦跟环境的刺激。我们更需要意志。意志是用来做什么的？意志是让自己放空，去承认自己原本的形状可能是不适用的。你必须要有承认无知的意志。所以是感性、理性还有意志这三个共同运作，才能促成真正的理解。所以知识真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标准答案，它是齿轮经历痛苦摩擦之后达到暂时咬合的动态过程。那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机制的运作方式，这种新形态的知识，本质上一定会带有某种不完美吧？可以这么说。这就带到了你们在文本里面梳理出来的新知识的6大特色。既然知识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摩擦结果，那它本质上一定具有很强烈的偏颇性了。是的，我们论文明确指出了知识的6大特色。第一点就是偏颇性。偏颇通常是个负面的词诶。对，在传统观念里，这绝对是贬义词，但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甚至是中性的，因为理解根本离不开我们的前见呐，所以任何知识永远都会带有诠释者的独特视角，毕竟没有人能够跳脱自己的影子去看世界嘛。确实。那既然它带有偏颇，而且我们这个主体又是一直在时间中前进改变的，那这个齿轮的咬合状态肯定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只要外在环境一变，或者换一组齿轮来，咬合的方式就不一样了。这就意味着知识具有动态性，对吧？确实，这就是第二个特色，动态性。因为我们的处境永远都在变，所以产生出来的知识也会跟着动态改变。这也直接连接到了第三个特色，无尽性。无尽性，永远没完没了的意思吗？没错，世界和意义是无限的，我们永远都是在一个庞大的被我们称为世界诠释域的背景里面进行诠释。世界诠释域 （Hologram）。
对，既然视角是无限的，处境也是无限的，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诠释跟探索，当然就永远没有完结的一天呐。等等，听到这里我有点焦虑了。如果全是永远没有完结的一天，然后知识又是偏颇的，随时都在变动的，那我今天到底该怎么活啊？比如说，我下午5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会议要开，如果我陷入这种无尽的哲学思考里面，我是不是什么决定都做不了了？哈哈，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焦虑，也是我们这套理论必须要正面回应的问题。这就引出了知识的第4个特色——实践性，以及第5个极为关键的特色——肯定性。实践跟肯定听起来比较有安定感了。高达美其实非常强调知行合一，理解的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一种应用。虽然在宏观的宇宙尺度来看，知识确实是无尽而且偏颇的，但是在微观上，当你与客体发生了结构合合，产生了共振的那个当下，你必须将这个摩擦出来的结果视为完满的真理来接受，并且去应用它。也就是说，虽然我理智上知道这个齿轮的咬合只是暂时的，但是在这台机器现在立刻需要运作的这一刻，我就得100%的去相信这个咬合状态，并且勇敢地按下启动键。这就是肯定性带给我的行动力量。你诠释的极好。我们文本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凡被认识、标示为真实的，即是真实。哇，这句话很有力量。在当下的那个情境中，你必须先肯定它，你才能够以此为基础去采取行动，继续往前走。而当我们把这种肯定性推广到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第6个特色。第6个特色是什么？平等性。平等性。对，因为一切的知识都依赖于具体的处境，所以没有谁的知识比谁更高贵。一朵路边的野花，一块斑驳的砖头，甚至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份烦人的数据报表，只要在特定的视域融合当中，它们都能展现出独特的哲学跟意义。哇，万物皆有其意，这真的很美。这其实也是在解放听众的焦虑了，你不需要去追求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绝对完美客观解答。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种美的感受上哦，让我们把这套听起来很宏大的哲学理论真正落地到听众的现实生活中。好的。假设我现在面临一个具体的挑战，比如说我必须根据一份非常混乱的市场调查数据，写出一份能够说服客户的商业策略报告。在传统的做法里面，我可能就是先想好一个很漂亮的框架，然后硬把数据给塞进去。如果我要应用你们的理论，这具体到底该怎么操作？我们在论文的最后其实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法论，叫做反向哲学工程。反向哲学工程。对，但在讲这个工程之前，我们要先具备一种整体的哲学视角。任何事物，哪怕是你手上的那份商业策略报告，它都包含了3个维度。哪3个维度？第一是知识性，也就是你用来搭建这份报告的框架方法，这是你的工程系统。第2是伦理性，也就是你所处的现实环境，这份数据背后的真实市场状态。第3是形上性，也就是你写这份报告最终想要解决的问题，你的理想期盼。系统、环境、期盼，这3个维度我抓到了。那为什么叫做反向工程啊？正向工程有什么问题吗？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先想好一个漂亮的框架，然后硬把数据塞进去，那就是很典型的正向工程。这样比较快啊。是比较快，但正向意味着中心化。你把你自己当作上帝了，由上往下很强势的把你的系统框架硬套在环境数据上。如果数据不符合，你甚至会去扭曲数据。真的，我们有时候为了报告好看会这样做，对吧？而反向工程则是要求我们保持一种去中心化的态度。你不是去征服那些数据，而是带着你的初步框架，也就是你的前见，真正地进到那些混乱的数据。所以当我发现我的框架和市场数据发生冲突，齿轮根本咬合不上的时候，我不能去削足适履，我必须把这个冲突当成一个信号，这意味着我必须启动那个研磨的过程了。就是这样，
在研究或者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必须不断地在你的框架跟现实数据之间来回穿梭。这在诠释学里面就叫做进入与再进入的诠释循环。进入与再进入。你用前件去接触数据，遇到挫折没有办法共振的时候，你就承认自己的局限，然后你修剪你的框架，再去试一次，不断重复这个反向修剪的过程，直到你的策略报告跟真实的市场数据达到了完美的结构合符。在那一刻，这份报告才算是真正拥有了生命力。这个过程听起来充满了一种对现实的敬意耶。我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分析师，我比较像是在跟这些数据跳一支很艰难的双人舞，踩到脚了，我就退一步，调整我的节奏，再继续跳。没错。而且更令人深思的是，当这份策略报告最终完成，客户也买单了，问题解决了，这份报告本身的实体框架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收获根本不是产出了那几页 PPT， 而是我在这个不断自我怀疑、反复研磨的过程中，我的思维边界被拓宽了。我经历了一次从单纯处理数据的学，到生命视野扩展的觉。就是我们论文最想传达的核心价值。报告或者论文这些工程架构，其实都只是我们用来渡河的舟而已。渡河的舟。对，当你经历了视域融合，从此岸到达了彼岸，达到了自我的觉醒，那收舟就可以放下了，因为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全新世界全视域的人。哇哦，这趟探讨真的非常精彩。我们今天一路从那个冰冷只会反射别人光芒的月亮出发，检视了传统中心化知识是怎么把我们异化成运算的机器。接着，我们透过齿轮的研磨跟动态的导航系统，拆解了主体、客体、知识跟理性的中心王座。是的，我们也看见了新知识的样貌，它虽然偏颇，而且永远在变动，却能够在我们需要实践的当下，给予我们最坚定的肯定力量。最终，我们走向了那颗充满生命力、由自我跌宕中散发热能的太阳。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其实都只是为了一件事。什么事？就是让我们在跟万事万物的共振与摩擦当中，能够看见自己的盲点，并且持续的觉醒。没错，所以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个小小的挑衅性思考。明天，当你回到办公室，再次面对那份混乱的报表，或者是生活中的某个难解之局的时候，试着克制住那个想要立刻上网搜寻客观标准答案的冲动。停下来想一想，停下来问问你自己，我带着什么样的前见来到这个问题面前？我能跟这个原本看似冰冷的问题摩擦出什么样的新视域，去享受那个时时去中心化、活水皆无边的过程吧。你会发现，原来答案一直都在你与世界的共振之中。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文对您有所注意，有所启发。下次再见。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让真理裂开，在知识之海之上。我们曾经仰望一轮苍白的月亮，他说我无语，我纯洁，我只是映照。然而你知道，那不是光，那只是借来的冷。于是有人下降，像太阳一样下降，不是为了观看，而是为了燃烧。他说没有无暇的知识，因为每一道目光都带着血，每一次理解都在触碰世界的皮肤。知识不是金，不是那白眼之镜，不是无痛的透明，它是触碰，是误解，是被撕裂后仍然前行的意志。于是人文开始的地方，不是方法，而是怀疑，不是怀疑世界，而是怀疑那个自称在世界之外观看的我。主题崩解，课题松动，理性不再居中，它只是众多声音中的一种颤动。浅见在暗处说话，历史在我们体内呼吸，语言不是工具，它就是我们尚未完成的命运。
理解不是获得，而是两个示意在黑暗中靠近，试探无助，然后短暂的燃起。那一刻不是我理解了世界，而是我们一起改变了彼此的形状。只是于是诞生，不是纯洁的，而是混血的，带着时间，带着误差，带着无法洗净的痕迹。有人仍然想要无暇，想要无语的观看，想要不被污染的真理，但那只是另一种境遇，另一种对生命的背叛。因为真正的知识总是靠近大地，它不怕肮脏，不怕矛盾，不怕在冲突中失去自己。它像太阳，给予燃烧，并且不断下降。于是系统诞生，不是为了封闭，而是为了在封闭中保持开放。不是为了确定，而是为了让不确定可以运作。系统与环境互相逼问，互相改写，每一个答案都只是下一个问题的入口。这里没有最终的真理，只有暂时的站立，没有终点，只有结构性的呼吸。只是因此成为偏颇的、动态的、无尽的，并且在每一个当下被迫完整。你不能等待纯洁，你只能在污染中行动。你不能逃离视域，你只能在视域之中扩张。于是真正的认识，这不是月亮，不是冷静的旁观者，不是无语的见证者，而是那个愿意承担的人，愿意让自己的浅见破裂，愿意让世界进入自己，也愿意让自己被世界改写。这不是方法，这是命运，只是不再属于我，也不属于他。它发生在指尖，在对话的裂缝里，在系统与环境的摩擦中，在每一次错误与修正的循环之中。于是我们终于明白，无暇的知识从未存在的只是这不断生成的网，这不断结构又重构的世界，以及那仍然愿意在没有中心之中继续理解的我们。